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。今天说一下 IDX Google VPS 两个功能啊。第一个功能就是最新脚本支持开机自动启动功能。那第二个功能就是说一下最简单的一个保活方式。那这两个功能都可以应用到安卓云以及工作区这两种部署方式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做。我先来演示一下安卓云，点击进入安卓云。进入之后，我们先关掉啊，点击 Terminal， 我们就进入它的 SSH 啊。注意，与之前的教程有一个不同点，就是我们无需进入 root 模式，我们直接应用脚本。那项目脚本的话，还是 ARGOSB 脚本，必须是容器 NRAX 脚本，直接引用上一期视频所说的这一个填完变量之后的固定隧道脚本，我们直接复制，粘贴回车，那它就会自动进行一个安装。安装固定隧道。OK 啊，安装完毕。那我们现在最大化一下。那如果你要显示所有的13个节点，可以运行这一行命令。粘贴回车，这样的话13个节点都会出现啊。那这里我为了演示，所以我直接复制第一个节点吧。打开 V2N 剪切板导入，那默认的话，这个固定隧道节点肯定是通的。接下来我演示一下如何开机自动运行。假设24小时之后啊，这台 IDX 挂掉了，那我现在退出来，我现在手动把它挂掉啊。点击这3点啊，点击这里的 RESET， 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再点击，这样的话它的节点就会断掉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节点真连接，它就会显示-1，说明已经挂掉了啊。OK 啊，已经挂掉了。那我们重新进入这个 IDX 官网，我们继续点进去，它会重新连接，继续刚才的步骤再来一遍。好，一进入 SSH 就开始自动安装了，这样的话就实现了开机自动启动。因为我们是固定隧道啊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节点啊，原先是不通的，那现在再拼一下真连接，应该就通了。OK， 这个是安卓云平台啊，开机自动启动功能。接下来我演示一下新工作区方式，那这里我也已经快速的创建完毕啊，我们直接点击进入。OK 啊，已经成功的进入了。那接下来我演示的还是 ARGOSB 脚本，用 ARGO 临时隧道。那临时隧道的话，我直接把固定域名跟固定域名 token 两个都给删掉就可以了，把它删掉，复制。粘贴啊，那这样的话就进入了临时隧道的一个搭建。那我这里选一个节点，就选这个节点 V2N。那现在的话，它还是 OK 啊，它还是通的。假设啊，几个小时之后节点挂掉了，我们返回一下，同样的啊，这里点击 RESET， 我们人为的把它给挂掉。那这个工作区节点就肯定连不上了啊，我们拼一下。肯定是-1了。现在我们要开机启动起来啊，进入。OK 啊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啊。它的 SSH 这里就有一点变化了啊，它已经安装好了啊，这里的东西应该已经瞬间已经刷新过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区别？它的临时域名，你会发现上面跟下面的不一样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哪个是旧的，哪个是新的节点。我们打开看一下 SKILL 开头的这个临时域名，那这个肯定是旧的。我们每次安装之后啊，这里的文件才是最新的啊，临时域名已经变成了 A 开头的，临时域名刷新了。拼一下真连接啊，目前它肯定是不通的，它们的区别就是变了一个临时域名而已啊，其他的都一样啊。方便起见，我就直接复制它的临时域名啊，我们就更换一个临时域名就行了。覆盖掉啊，临时域名，然后点击确定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拼一下真连接，这时它就通了。OK， 通了。那针对有域名和无域名的同学都能实现开机自动启动，你就不用再输脚本了，只是临时域名比较烦一点，你还要再复制一遍它的节点。那首推还是固定域名啊，你有域名那当然最好。
好，那现在我们说一下最简单的保活方式。那这个保活方式也是在群里的小伙伴在讨论啊，就是使用刷新网页的方式是最简单的啊，其他的方式也有，只是比较复杂。刷新网页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懒人的一种方式啊，所以这里就推荐给大家。现在我们要进入谷歌浏览器商店啊。然后我们要搜索一款刷新网页的工具，这一款粘贴一下这款软件的名字啊，自动刷新网页啊，其他的各种刷新的都一样啊，一大堆啊，我使用第一个吧。然后点击添加至谷歌浏览器，然后点击添加扩展程序，已经添加完毕啊，关了啊。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扩展程序，点击固定。这个程序已经出现了啊，然后我们点击它，默认10秒一次，绿色的 Start 是开始 ，Stop 是停止。那我这里为了演示方便啊，默认10秒吧。10秒的话其实是不够的啊，因为它加载的时间可能不够这10秒钟啊，建议大家几十分钟啊。点击开始倒计时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这里数字会显示，然后到0的时候，它就会把这个网页给刷新一下。它会自动刷新啊，那刷新的前提全程连外网。那刚才演示了工作区部署方式，现在我退出来，安卓云方式也可以啊。现在我进入安卓云方式，窗口最大化啊，一定要在 SSH 界面，我写个30，点击 Start 开始，以0好刷新。OK， 就是这样。啊，那这种保活方式相对来说就最小白、最简单，把这个网页窗口最小化也可以，不用一直在前台刷新，你可以做别的事儿。好 ，OK 啊，2个平台都给大家介绍完毕啊。至于现在的保活时间啊，你啥都不弄的话，最多1小时。如果你加上这种保活的话，大于1小时，但它肯定不会超过24小时。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啊，临时用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觉得它节点啊、速度啊比较好，你就可以暂时的用一下。它的缺点我也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，必须要有外网的基础才可以启动它。那节目的最后啊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转发、订阅勇哥的频道啊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拜拜。